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好像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觉得只要书读得够多，学历够漂亮，脑袋够聪明，财富自然就会跟着来，对吧？好像拿到了名校的烫金文凭，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在今天的深度解析里，我们要透过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彻底打破这个迷思。我们会带你一起看看，到底要怎么从表面上看起来有钱的名目富有，真正跨越到拥有选择权的实质自由。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好，我们来聊聊这个很多人心里都有的痛点。你可能每天在办公室里拼死拼活，领着一份让旁人羡慕的高薪，甚至你还有着顶尖大学的光环。可是每个月底打开网银一看，天哪，能动用的现金怎么剩这么少？薪水一进账，马上就被高额的房贷、车贷，还有各种精致生活的信用卡账单给分光了。我们就像在跑步机上狂奔，跑得气喘吁吁，却怎么也到不了真正的财务安全网。这种高收入却低资产的怪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这通常是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情绪自动驾驶模式。你想想，为了向社会发送"我很成功"的讯号，我们是不是常会用名牌包啦、进口车啦来犒赏自己的辛苦？但说真的，当你试图用这些奢侈品来宣示社会地位的时候，你其实只是在帮自己打造一个看起来很华丽，但骨子里超级脆弱的财务牢笼。万一哪天碰到突发状况，像是突然失业或者经济大反转，这个靠着高消费硬撑出来的精致生活，绝对会在瞬间垮掉，让你直接变成在繁华都市里被卡债追着跑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必须换上一副行为经济学的滤镜来重新看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纳曼，还有《隔壁的百万富翁》的作者史丹利，他们的研究证实了一个绝对会让你惊讶的事实，那就是累积财富从来就不是一场比谁智商高的数学竞赛，完全不是。相反地，它是一门关于你能不能掌控自己，能不能守住情绪纪律的行为科学。说白了，你能不能变有钱，靠的是你的情绪控管，而不是你的微积分考几分。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就造就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结果。你看，一边是所谓的名目富有，这群人可能主动收入超高，买了一堆用来炫耀但折旧超快的玩具，结果现金流极度脆弱，只要一停下来不工作，马上就出问题。那另一边呢，是真正的实质富有。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财富是那些看不见的资产，也就是没有被拿去花掉的高额存款跟投资组合。这些看不见的资产，刚好就是让他们在面对市场大跌的时候，能展现出极致韧性，并且真正掌握人生选择权的关键。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像是医生、律师，或者是超强的工程师，这些明明就绝顶聪明的人，反而特别容易掉进这种名目富有的陷阱里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大脑里内建了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是来自同侪压力的地位性消费，他们会觉得我都坐到这个位子了，不买个豪宅，不开台好车，好像对不起自己的身份。结果就是赚得多，花得更凶。第二个更惨，就是过度自信，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实在太聪明了，就误以为自己的高智商可以直接拿来驾驭金融市场，结果完全把最基本的投资纪律和风险管理抛在脑后，这真的超级危险。所以说，我们真正在追求的根本就不该是账面上那个越来越高的月薪，而是真正的财富自由。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纯粹，就是当你的被动收入，像是股息啦、租金啦、资产增值这些，能够完完全全 cover 掉你的日常生活开销时，你的时间就终于不用再被绑死在赚钱这件事上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啊！把心力放在打造那些看不见的资产上，让时间变成你最棒的盟友。接下来进入第一部分，残酷的现实。450亿美元的爆仓悲剧。
如果听到这里，你心里还是在想，哪有智商高的人在市场里就是无敌的吧？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位主角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的故事，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这份履历简直像是在开挂，15岁就考进哥伦比亚大学，19岁拿了3个学位，而且还是全系第1名毕业。接着更是直接杀进了 OpenAI 的超级对齐核心团队。这位才25岁的神童，不仅智商顶天，事后大家也发现他对 AI 产业链未来的预测精准度竟然高达100%，就是450亿美元。你看这个数字有多疯狂？因为他有着一般人完全比不上的认知优势，再加上看对趋势的神奇眼光，当时矽谷的大佬们简直是排着队要把钱塞给他。短短时间内，他就把初期2亿2500万美元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一路狂飙到了450亿美元的恐怖规模。这根本就是顶尖智商跟资本完美结合的神话嘛，对不对？但先别急着羡慕，故事还没结束。就在他站上人生最顶峰的时候，这位天才犯下了一个，也是他这辈子最致命的错误。他过度使用了高达4倍的杠杆，而且在极端市场波动下，他几乎没有任何的风险管理意识。各位，杠杆这种东西，说穿了就是一把双面刃。你看对方向的时候，它当然能让你快速致富。可是当市场的暴风雨扫过来的时候，这4倍的杠杆会毫无留情地把你的决策弹性跟退路全部彻底消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场残酷的屠杀。在2026年7月，市场出现了一场非常诡异的流动性踩踏。短短不到6天的时间，他的基金净值直接崩跌了67%，马上就触发了保证金追缴的警报。之后，他那450亿的帝国硬生生被华尔街的巨头们用超低折扣强制清算，瞬间化为乌有。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就在他被迫认赔杀出的几个小时之后， AI 股票竟然出现了30%的报复性反弹呢。也就是说，他长线完全看对了，却偏偏死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这个血淋淋的真实悲剧，非常冷酷地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个到处都是陷阱的资本游戏里，决定你最后能不能把钱带走，能不能获得自由的，从来都不是你的高智商或漂亮学历。要在市场里生存下来，唯一的法则完全取决于你的情绪纪律，严格到不行的风险控管，还有你活下去的本事。要赢得这场游戏，重点不是你能不能比市场聪明，而是当市场上冲下洗的时候，你能不能扛得住，活得比别人都久。第二部分，行动蓝图，你的零杠杆生存机制。既然我们知道高智商不是万灵丹，情绪自律才是王道，那我们到底该从哪里开始做起？这边我们整理了一套极具行动力的蓝图，能帮你一步步打造出稳健的生存机制。这套机制包含了3个挑战：第一，启动生活防护罩；第二，重置你的心理账户；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打造零杠杆机制。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听完之后，立刻把这3个步骤排进你的生活习惯里。好，第一关，你必须狠下心来，无情地拒绝掉那种生活水准随收入膨胀的陷阱。从你下一次发薪水的那天起，给自己定下一个铁血纪律，储蓄率绝对不能低于20%，并且设定自动扣款投资。你要知道，只要你不把这些钱拿去买那些只是为了面子的奢侈品，每一块钱被你延迟满足存下来的钱，都是一颗未来会为你24小时日夜工作，甚至长出100倍获利的财富种子。这就是你保护自己未来的第一道防护罩。接下来第2关，我们来玩个小游戏，拿出一张纸，写下你现在所有的总资产净值，然后忘掉你每个月的名目薪水，把你的状态秒点重新归零，试着用纯粹的现金视角来检视你的生活。如果今天你的手上刚好就有几百万的现金，你真的还会跑去买车库里那台折旧超级快，只为了撑面子的进口车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请你保持理智，把这些只会越来越不值钱的资产变现，转而去买进那些真正具备生产性的股权或资产吧。到
到了第3关，这也是真正能帮你在市场上保命的一关，彻底实行资讯断食和零杠杆协议。回想一下刚才那个450亿美元一系归零的铁血教训，请你主动去关掉交易账户里的融资功能，坚守100% 只用现货交易，同时戒掉那种每天都要紧盯盘面的焦虑习惯。你得切断大脑对短期波动的痛苦放大，这样你才能在市场大风大浪的时候不动如山，舒舒服服地留在市场中，享受时间带给你的复利魔法。在累积财富的这一场马拉松里，最后胜出的永远是那些严守纪律而且活得够久的人。当你把这套行为防御机制稳稳建立起来之后，你心里可能会开始好奇，那些顶尖高手又是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发动攻击的呢？举个例子，传奇投资人史丹利·德鲁克米勒，他到底是怎么运用流动性与催化剂理论来制定兼具防御与极致进攻的策略？哇，这绝对是一个超级迷人的进阶课题，非常值得你带着今天学到的纪律思维继续去深挖跟探索。我们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下次见喽。